端午的谎言是什么意思？在你的认知当中，端午节是一个什么样的节日？你可能想到我们吃粽子、划龙舟，或者放3天假出去玩。在我们现代人的认知当中啊，端午节是一场盛大的夏日嘉年华，也是纪念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但如果你穿越到2000年前，在这个被称为农历5月初5的日子，看到的将是一幅完全不同的惊悚景象。在这个气温不断攀升的初夏，古人是没有闲情逸致去包粽子的，他们正在进行一场防御仪式。比方说，人们会把雄黄的矿石磨成粉，掺在酒里饮下。要知道，雄黄一旦在高温下被氧化，会变成剧毒的砒霜。同样，家家户户的门楣上会倒挂着气味刺鼻、形状犹如利剑的艾草和菖蒲，而襁褓当中的婴儿在他们的肚兜上密密麻麻地画满了蛇、蝎子、蜈蚣、蟾蜍和壁虎。而在某一些村落，大人甚至会让幼童用一根铁针将红纸上的这些毒虫眼睛和心脏给扎烂。你想想，喝有毒的酒，悬挂如箭的植物，在身上绘制五毒，这像不像一个生化防御演习？事实上，在屈原投江之前的漫长岁月当中啊，5月初5是中国古人一年当中最恐惧的日子。在先秦和魏晋的文献当中啊，5月有一个专属名词叫恶月或者百毒之月。这就很奇怪，为什么中国人要在一年当中阳气最盛的这个节令去过一个有一些巫术气息的节日？如果我们把时间线拉长，拨开屈原和粽子的层层伪装，端午的天机是什么？我们要理解端午节呀，先必须搞清一个问题：古人到底在怕什么？很多人认为古人怕所谓的邪气，是因为科学不发达，是一种迷信。但实际上，古人的恐惧一定是来自于某一种切身的体验。端午所在的农历5月，也就是今天公历的6月下旬到7月上旬，如果你生活在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啊，你对这个时段一定不陌生。此时，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开始向北挺进，大名鼎鼎的梅雨季节降临了。持续的降水加上30几度的高温，整个南方大地变成了一个桑拿房。在没有抗生素消毒系统的古代，这种湿热交加的天气意味着会带来生化危机啊！高温和死水为蚊蝇、跳蚤和各种寄生虫提供了完美的繁衍温床，食物在室温下几个小时就会腐败变酸，水源也很容易被粪便和细菌污染。于是，到了农历5月，古代的婴儿夭折率会明显飙升，霍乱弧菌、痢疾杆菌开始在村落当中肆虐。更可怕的是，成群结队的安蚊可能会带来恶性的疟原虫。古人不懂什么是微生物，他们看到一到5月，原本健康的人忽然毫无征兆的全身发抖，高烧不退，上吐下泻，甚至神志不清的死去。古人无法用科学语言去定义这种现象，于是他们创造了一个词叫瘴气。所以农历5月的恶并非神秘学的概念，它来自于传染病的爆发，是每一个古代家庭所面临的危机。当死亡的阴影笼罩了5月，古人发展出了一套应对机制，这套机制甚至直接干预了人类的繁衍本能。如果你去看中医古籍或者一些民俗志，你会发现一个设定叫做九毒日。古人认为5月是阳气极盛的顶点，在中国传统的阴阳哲学当中叫物极必反，阳极生阴，也就是说，在阳气最顶峰的时候阴毒之气也开始暗中滋生。于是他们将5月的初5、初6、初7、15到17以及25到27这9天定为九毒日，其中5月初5的端午节是九毒之首。在这危险的9天当中，民间会有一项约定成俗的要求，严禁夫妻同房。在明清时期的许多地方，为了防止年轻夫妻把持不住，民间甚至发展出了一项叫做躲端午的风俗。什么叫躲端午呢？就是到了农历5月，所有结了婚的年轻女子必须离开夫家，强制给我回到娘家去住，你住到5月结束才能回来。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古人固执地认为，在毒气最盛的5月交媾的话，一方面会损害你们男女双方的元气，一方面容易孕育出畸形、痴呆或者早夭的不祥之子。
那为了预防这种风险，他们宁愿用习俗的名义来叫停大家的夫妻生活。你可能觉得这太愚昧迷信了吧？但实际上，对5月的恐惧啊，是下到平民百姓，上到皇室贵胄都是一样的。这种恐惧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对5月初5出生的婴儿有极大的敌意。在《史记·孟尝君列传》当中记载过一个著名的故事：战国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田文，也就是孟尝君，恰好是5月初5这一天出生的。他的父亲齐国宗室田婴听到这个消息后，没有因为儿子的出生而喜悦，反而立刻下令将这个婴儿扔掉，不准养。为什么这么绝情啊？因为当时的贵族圈子当中流传着一个诅咒，叫5月子者长于户齐，将不利其父母。意思是5月初5生下的孩子长到门没那么高的时候，会克死他的亲生父母。幸运的是，田文的母亲偷偷把他养大了。但这足以证明在先秦时期，5月5日是一个自带天谴属性的日子。如果你觉得战国时代太遥远，我们可以再看看东晋。东晋有一位战功赫赫的名将叫王镇恶，他的爷爷是前秦大名鼎鼎的宰相王猛。王镇恶也是5月初5出生的。当家人把这个端午节降生的婴儿报给宰相王猛看的时候，王家的第一反应同样是恐惧，甚至打算把他过继给远房亲戚来挡灾。最后还是王猛下的决定，给这个孙子起名叫镇恶，用这样的一个名字来对冲5月初5的诅咒。甚至连拥有天下最高权力的皇帝也逃不过这个阴影。北宋著名的艺术皇帝，也就是后来把国家搞亡了的宋徽宗赵佶，好巧不巧，他也是5月5日出生的。按理说皇子出生是举国同庆的大事，但就因为生在端午，赵佶被整个皇室视为大不祥之物。他从小就被迫离开皇室，被寄养在宫外的一个道观之中。到了他当上皇帝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下令把自己的生日强行改到10月10日，并设立为天宁节。一个至高无上的封建帝王，居然因为对端午节的恐惧，连自己的生日都不敢面对，这就是真实的古代5月。那相比于我们今天划着龙舟吃着甜粽子的夏日假期，对古人来说，它是传染病的高发期，是婴幼儿的鬼门关，是禁止性生活的戒严月，是皇帝都要退避三舍的被诅咒的时段。当一个民族在每年的这个时候都要面对这样威胁的时候，大家一定会想办法。既然5月的底色是死亡恐惧，那么古人反击的手段就必然充满了巫术的色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端午节看到的那些习俗本质上都是杀气腾腾的武器。如果你现在去看关于端午节的百科，通常会看到这样岁月静好的描述，说人们在这一天要挂艾草、配香囊，寄托了对健康长寿的美好愿望。这简直是对古人求生欲的最大误解。大家都担心活不下去了，谁还有空去寄托什么美好愿望呢？那古人用来对付端午恶月的手段到底是什么？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古人要在端午节这一天给亲生孩子喂毒药？在古装剧《新白娘子传奇》当中，白素贞就是因为喝了一口雄黄酒，直接现出原形，所以大家都知道端午节要用雄黄。但是雄黄它是含有重金属砷的硫化物矿石，一旦经过加热，就会立刻变成剧毒的砒霜但是在明清时期的端午节，人们不仅要自己喝2口，还要蘸着这种毒酒，在家里几岁小孩的额头上画一个大大的王字，甚至把它撒在床底下、墙角里。为什么呢？因为古人相信以毒攻毒。你5月不是有蛇虫鼠蚁吗？那好，我就用自然界中的这些毒物，在我的身体和家宅周围人为制造一条有毒隔离带。这多像是一个民间自发的生化演习。同样的，我们今天觉得挂在门上的艾草、菖蒲是一种带有清香的植物，但是在古人眼中，菖蒲挺拔的叶子像出鞘的利剑，被称为蒲剑，而艾草燃烧后产生的挥发油具有广谱的抗菌和驱蚊效果。所以古人是在用这样一种利刃和化学的气味来阻止外邪入侵。那第二个问题是，
画在儿童肚兜上那些可爱的毒虫是干嘛的呢？如果你今天去博物馆，常常能看到明清时期流传下来的端午主题瓷器或者儿童肚兜，那上面就画了五毒图。今天的文创产品啊，经常把它们做得很萌，说这是传统纹样。但如果你真的到了古代，你会发现这个五毒图它是用来破坏的。什么意思呢？在明清时期的市井民间，有一项盛行的端午仪式，叫做刺五毒或者斩五毒。到了5月初5这一天，大人会找来一张大红纸，在上面画上丑陋逼真的5种毒虫，然后大人会给小孩一根锋利的绣花针，接下来引导小孩用绣花针去扎向红纸上这些毒虫的眼睛、心脏和腹部，必须要把红纸扎得千疮百孔、稀巴烂为止。如果是在墙上贴的五毒图，人们会拿着剪刀把图纸上的蛇和蜈蚣的头也直接剪掉。这种行为在现代人类学和宗教学当中有一个专业的名词，叫做交感巫术。在原始的巫术逻辑当中啊，古人认为事物和它的相之间有一种神秘的连接。我在这边摧毁了毒虫的相，那么在现实当中，这些毒虫和瘟疫也会受到重创，从而丧失攻击力。你看，古人为了保护孩子，将恐惧转换成了一种有攻击性的暴力仪式。画在贴身衣物上的五毒是一种施展压肾之术的替身草人。那进一步的，为什么几千年过去了，我们依然在今天的端午节会给孩子的手腕上系上一根细些的线？这根线在古代有很多名字，有的叫做续命缕或者五彩丝。我们今天觉得它就是一个色彩鲜艳的装饰品，图个吉利。但如果你把这根线的颜色拆解开来，你会发现它的背后隐藏着中国古人的一种宇宙观。这根丝线必须由5种特定的颜色来搓成，就是青、红、白、黑、黄。在中国古代的五行哲学当中这5种颜色对应着宇宙的5种基本力量和5种方位。青色代表东方的木，红色代表南方的火，白色代表西方的金，而黑色代表北方的水，黄色代表中央的土当一个母亲在端午节小心翼翼地将这根五彩丝线系在自己孩子手腕脚腕上的时候，她实际上是在进行一场封印的仪式。古人认为孩子是家族当中最脆弱的生命，手腕和脚腕是他元气最容易外泄的关口，所以在瘟疫横行、阴阳失调的5月，母亲是在借用东南西北和大地中央的5行之力，在孩子的身上构筑起一道看不见的能量防线。这叫做5行封印，它真是古人穷尽了所有的哲学想象，就为了从死神手中抢回生命而做的最后一点努力用雄黄来毒杀，用刺五毒来交感，用五彩丝来进行封印，古人把能用的手段在5月初5这一天都用了出来。但人类的恐惧是无穷无尽的，当大家把自己的孩子全副武装之后，他们发现还有一种更大的危险潜伏在村落之外，在那些深不见底的江和水网之中。为了解决公共水域的恐惧，古人被迫创造了一项更加大型的集体仪式，而这项活动后来披上了一层名为体育精神的外衣，一直流传到了今天。它就是龙舟。我要说一个可能颠覆你认知的事情，划龙舟这样一个传统的水上运动，在长达数百年的历史当中，被历代官府视为眼中钉，甚至要动用大清律例来严厉禁止。这是为什么？答案可能会让你大跌眼镜，因为在古代的南方端午划龙舟并非今天的体育竞赛，它是1年1度合法的宗族火拼。在明清时期的广东和福建沿海，包括湖南的洞庭湖畔，水路是决定宗族生死存亡的经济线，谁控制了航道，谁就控制了灌溉、捕鱼和贸易。所以村与村之间，大姓和大姓之间，为了争夺水源和生存的空间，积怨极深但朝廷是不允许民间私自聚众械斗的，那怎么办呢？老百姓想到了一个完美的借口，5月5日我们要祭水神划龙舟。如果你有幸能够看到古代真实的龙舟竞渡，你会发现那就是一支全副武装的水上黑帮舰队呀。在巨大的龙舟之上，除了负责提供动力的划手，船头和船尾还站着2类特殊的人员，一类呢叫做桡手，桡呢是粗大的木浆，
他的任务呢是在两船相撞的时候，用木桨充当武器去劈砍对面船上的人。另一种更恐怖，叫飞石手。这些人呢是从村里专门挑选出来的投掷高手，在龙舟的底舱装满了鹅卵石，一旦在水面上遇到宿敌，村庄的龙舟双方立刻逼近，乱石穿空，木桨横飞。这种火拼的惨烈程度远超我们的想象。在明清两代的许多地方志当中几乎年年都有因为竞渡互殴致死、砸沉客船淹死数人的记录。湖南有一些地方的龙舟甚至会在船头绑上锋利的铁尖，目的就是在撞击的时候可以把对方的船只拦腰截断。打赢的村子会把对方的龙头给砍下来，作为战利品挂在自家的宗祠当中，趾高气扬的告示我是未来1年水上的霸主。大叔呢只能在祠堂当中向着祖先发誓明年端午我们一定要血债血偿。这就是龙舟竞渡的底色，它是荒蛮时代南方宗族社会彰显武力、抢夺资源的手段。这个官府年年下禁令，老百姓年年顶风作案，因为龙舟是宗族的生存线那还有一个问题，在有一些地方过端午他必须要把船给送走，而且一旦船停下来，会引发2个村子的死战，这又是为什么？这种仪式在湖北呢叫做西塞神舟，在明台地区叫做烧王船。他们的操作很奇怪，就是农历5月村里面的人会集资建造一艘精美的大船，有的是真船，有的是纸扎的。他们在这个船上呢摆满祭品纸钱，人自己是不上船的。在端午节的高潮呢，道士或者法师会隆重的做法，然后在一片锣鼓喧天当中，把这艘船推向江心，任其顺水漂流，这叫送温船。村民们相信，通过巫术仪式，村子当中1年积攒的瘴气、恶鬼、疾病会通通装进这艘船里面，只要这个船你走了，村子就安全了。那问题来了，你这个温船是随着水流往下漂的，对于下游的村庄来说，那你就是一个灾星所以在古代的端午节下游的村庄会派人盯着江面，一旦发现上游飘来一艘温船，会如临大敌，立刻组织壮丁用这个长竹竿把这个船给撑住，绝不允许它靠岸，把它往这个对岸或者更下游推。如果你上游村子暗中捣鬼，故意把温船推向了某个宿敌村庄，那么这一艘温船可能会立刻点燃2个村庄的矛盾，成为流血械斗的导火索。你看，暴力、械斗、甩锅、恐惧，才是端午节水域真正发生的事情。但在这些之外，还有一种更古老、更加令人无语的观念，就是古人认为划龙舟淹死人是一件好事。在早期的水乡文化当中大家有一个共识，就是江河每年是需要吃人的。古人认为水里面有水鬼，也有急于找替身投胎的水鬼，而5月又是恶月，在水网密布的南方，更是水鬼索命的旺季。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人溺水，那是悲剧。但是端午节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当中，如果大家在龙舟竞渡当中因为翻船而溺水身亡，古人的态度很微妙。因为很多原始的民俗观念当中，这个不幸淹死的人是全村向水神提供的祭品。就这个人，他填饱了水神的胃口，可以平息江河的愤怒，从而换取全村人未来1年水上讨生活的平安。你看一个龙舟，它里面承载了多少的往事和辛酸。至此我们已经看清了端午节最初的面貌，无论是喝雄黄酒、扎毒虫、水上火拼，先秦和魏晋时期的端午是没有任何浪漫可言的。但是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当帝国渐渐走向大一统的时候，统治者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他们需要对端午进行一场彻底的改造，必须要找出一个合适的人物来净化这个节日，向天下人灌输一种符合朝廷利益的价值观。于是一场长达数百年的神坛抢夺战即将在中国南方的大地上打响，而在这场战争中，我们最熟悉的那个名字屈原终于要登场了。为了能够凝聚民心一个节日它需要一个灵魂，可以被人格化的神。早期的端午节形象代言人可不是屈原，他是一个满腔怒火的复仇者，这个人就是伍子胥。
东汉时期有一块著名的石碑，叫做曹娥碑，碑文上是这样写的，叫5月5日迎武君。这位武君呢，就是春秋时期吴国的大夫伍子胥。为什么要迎他呢？伍子胥的一生啊，是一个典型的复仇故事。他本是楚国人，因为父兄被楚王冤杀，他为了复仇，一路逃亡到了吴国。不仅借助吴国的军队打回了楚国，甚至把楚平王的尸体从坟墓中挖出来，狂鞭300下。后来他尽心尽力辅佐吴王夫差，又被夫差听信谗言，赐了一把剑让他自杀。伍子胥临死前发下恶毒的诅咒，他说：把我的眼睛挖出来，挂在东门之上，我要亲眼看着越国的军队攻破吴国的大门。吴王夫差大怒，下令把伍子胥的尸体装在一个皮革做的袋子里，在5月5日这一天扔进了滚滚的钱塘江。在先民的眼中，伍子胥没有死啊，他那狂暴的怨气在江水当中化成了恐怖的钱塘江大潮，每一次怒潮拍岸，都是伍子胥的灵魂在向吴国索命。所以在早期的江浙地区，老百姓5月初5这一天划着小船去江上把食物投入水中，是为了平息一个复仇厉鬼的愤怒。他们希望这位潮神不要掀翻他们的渔船，淹没他们的农田。而在早期的吴越神仙队伍当中，伍子胥并不孤单。除了他之外，南方还有一些地方在端午节要纪念越王勾践。传说勾践就是5月5日这一天操练水军，准备灭掉吴国，这是一种对复仇的崇拜。还有些地方纪念曹娥，这是一个为了寻找父亲尸体而投江的14岁少女，代表着一种极端的民间孝道。你看，在汉晋之前，站在端午神坛上的人物伍子胥、勾践、曹娥都有着浓烈的地方割据色彩和原始血性。但是当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中国逐渐从诸侯割据走向汉晋帝国的大一统时候啊，统治者看着南方5月初5的这些祭祀活动，开始感到深深的不安。那为什么他们不能容忍伍子胥呢？试想一下，如果你是当时的皇帝，你会允许老百姓在这样一个节日当中去纪念一个因为被君王冤枉就带着外国军队回来，把祖国的国君挖出来鞭尸的人吗？所以伍子胥的故事太危险了，他简直是给历代想要造反的臣子提供了一个完美的精神偶像。同样，勾践那种卧薪尝胆复仇的狠劲，也不是朝廷想要看到的。历代封建帝王需要树立的是忠臣，而不是这样的复仇者呀。他们需要一个即便被君王误解流放，也依然痴心不改、至死忠君爱国的完美榜样。这个时候，统治者的目光锁定在了楚国的旧地，那个因为楚国都城被攻破而绝望的在5月5日跳入汨罗江的贵族屈原。于是一场中国历史上罕见但又非常成功的文化洗脑和声权置换开始了。我们不能说屈原不伟大，但是屈原能够成为全国性的端午唯一指定 IP， 背后是历代官方动用文化霸权自上而下进行强推的结果。朝廷用楚汉文化的正统叙事对吴越地区的地方信仰进行打击，文人墨客被动员起来要歌颂屈原的忠贞。地方官府要求在端午节组织祭祀屈原的官方大典。渐渐的，代表着怨恨和复仇的伍子胥被边缘化，退缩到了钱塘江边几个可怜的小庙中，而代表着忠君与爱国的屈原则乘着帝国政治正确的东风顺江而下，不仅成功剿灭了伍子胥，更是一统了整个中华大地的端午神坛。但是要完成这种国民级的思想改造，光有官府的红头文件是不够的，你还必须让底层的老百姓心甘情愿地接受。怎么办？古代的知识分子们联手炮制了中国文学史上最成功的一篇公关软文，这就是为什么粽子会和屈原强行绑定在一起。我们前面聊过呀，这个端午节把食物投到水里面，本来是祭水神水鬼的，或者说平息伍子胥的怨气。而在早期，这些食物不是今天的粽子，它是把米装在竹筒当中。到了南朝，一本名叫《续其邪记》的志怪小说横空出世。在这本书当中啊，编造了一个精妙又充满细节的故事。故事是这样说的：
说屈原跳江之后啊，这个老百姓为了纪念他，把装在竹筒当中的米给扔到水里面。结果有一天，一个人在江边忽然遇到了屈原的鬼魂。这个屈原的鬼魂很委屈的抱怨啊，说你们每年扔给我的米我吃不到，都被江里的蛟龙给抢走了。老百姓问，那怎么办呢？屈原说啊，你们这样，以后把米啊扔到水里面之前，必须用念树的叶子把米给包起来，再用五彩丝线把它绑住，因为蛟龙最怕这两样东西，这样他就不敢抢了。这个故事写得太漂亮了，绝妙到了什么程度啊？他把原本自发的投食行为，通过屈原托梦赋予了权威性。他完美的解释了为什么粽子要用树叶给包着，还非要用彩线给绑着。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在逻辑上完成了闭环，把原本用来祭祀各种凶神恶煞的祭品，通过防抢劫的设定，变成了一份只能由屈原签售的专供外卖。哇，看到这里真是为他鼓掌叫好哦！亏他怎么想得出来的。通过这种带有神话色彩的传说官方和文人就把端午节的吃喝和纪念屈原牢牢给绑定在了一起。以后老百姓你只要拿起粽子，你脑子里面就只能是屈原。这种文化绑定之深，以至于2000年之后的今天，我们依然深信不疑。至此，端午节完成了它的终极进化，从一个充满恐惧、巫术、防御和血腥暴力的恶月，被成功洗白、改造、升华，变成了一个承载着中华民族最高道德标准、忠诚与爱国的文化图腾。但是，当我们今天坐在空调房，吃着精美的礼盒粽子，刷着手机，那个曾经让人闻风丧胆的端午恶月去哪儿了呢？那些充满杀戮和神秘的巫术又去哪里了呢？难道是因为我们现代人太肤浅，被消费主义洗脑，从而忘记了传统节日的内涵吗？如果你这么想，就太低估了历史的进程，也太高看现代人这个词了。我们要问一个问题：端午节的娱乐化和消费化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答案可能让你非常意外，所谓的端午消费主义根本就不是今天的现代工业社会，而是在1000多年前的中国宋代就产生的。在漫长的历史当中大家对端午节的恐惧它有一个前提，就是5月会大规模的死人。但是当历史发展到唐宋之后，尤其是到了北宋的开封和南宋的临安，一场伟大的城市革命爆发了。宋代的都城不再是汉唐那种实行宵禁的死气沉沉的军事化堡垒，他们变成了拥有100多万人的超级大都会。在这个超级都市当中有了相对完善的砖石下水道系统，有专门收集垃圾和处理排泄物的职业行会。最重要的是，宋代的民间医学得到了空前发展，城市中遍布着官方设立的惠民药局和私人的中药铺。当城市卫生条件得到极大改善，而医疗水平又足以应对初夏的常见疾病时，农历5月的死亡率不可逆转地大幅度下降。而死亡的阴影一旦消退，恐惧就渐渐消失了。当恐惧消退之后，必然就会被人类的另一种本能所填满，这就是享乐。在南宋的奇书《梦良录》或者《武林旧事》你会看到一幅和今天各大步行街非常相似的商业大处。在南宋的端午节，老百姓已经不再喝雄黄酒了。当时的街头上到处都是叫卖精美香包、彩色丝线和小工艺品的商贩。原本用来压胜驱鬼的恐怖五毒图，被人工巧匠绣成了华丽可爱的儿童肚兜，甚至成了当时都城当中时髦的高定服饰。皇家甚至会在西湖上组织庞大的龙舟竞渡表演。这里的龙舟已经从当年的这种械斗工具，变成了供大家取乐的水上杂技团。两岸挤满了买票观战的市民而周边的酒楼茶肆生意火爆，各种端午周边的文创小吃卖得飞起。你看，端午节的世俗化、商业化，早在1000多年前就已经彻底完成了。我个人认为这是文明的胜利，它证明了中国人在漫长的时间当中，终于凭借着城市的进化和医疗的进步，战胜了对于初夏的恐惧。而既然端午节已经被彻底祛魅，不再像古代那样充满了危险，那么到了今天，它变成一种愉快的碳水节日，也是在所难免的。但是有个问题是，
工业技术是如何瓦解了一个节日的仪式感呢？你看，在过去包粽子是一个要赶时间的重要任务，大家只能在初夏去采摘新鲜的苇叶或者箬叶。在没有冰箱的时代，包好的糯米粽子在室温下它放不了几天就会变馊所以吃粽子是独属于农历5月5日这短短2-3天的限时活动。这种时间上的稀缺性呢，构成了节日的仪式感。但是今天，冷链运输、真空包装、防腐技术彻底解除了能吃到粽子的时间限制。今天，哪怕你在寒冬腊月的凌晨3点，只要你走进高速公路上的任何一个服务区，你就可以花几块、10几块买到一个热气腾腾的夹心大肉粽。它不再受季节的限制，也不需要家人共同劳作。而当年那个承载着防备蛟龙祭祀忠魂的神秘祭品，变成了1年365天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外卖送达的快餐食品，它就注定只能退化为一个普通的食物。我们离那个危机四伏的5月越来越远，这当然是科技的胜利。但科技解除恐惧的同时，也无意中消灭了古人用来安放焦虑的心理容器。在过去心理压力可以通过一场歇斯底里的龙舟火拼，或者一根寄托了5行之力的彩线得到释放和安顿。而今天，当生存不再是问题，如何有意义的存在却成了现代人最大的危机。现在，医学消灭了5月的瘴气，但我们却陷入了另外一种由内卷、信息爆炸和不确定性构成的精神瘴气之中。当所有的节日都变成了打折促销和纯粹的碳水摄入，我们忽然会发现，面对内心的虚无和焦虑，我们竟然连一个可以寄托的无数都没有了。我们失去了神圣感，只剩下了孤零零的现实。在这个看似安全却又让人容易精神内耗的现在社会，我倒觉得端午其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契机，去驱赶我们内心的精神瘴气。我们当然不再需要去喝有毒的雄黄酒，去江面上跟人打架。但是如果这个端午节你恰好路过菜市场，我倒真的希望你去买一把散发着辛辣气味的艾草，挂在你的门上，试着给自己或者家人系上一根5色丝线。哪怕只是在吃一个速冻粽子的时候，闻一闻那个被激发的箬叶清香。这实际上是一种非常高级的古老智慧，在心理学当中，这叫锚点。当你做这些看似无用的微小行动的时候，其实是在给喧嚣的现代生活按下了暂停键，用植物的清香、丝线的触感、食物的温度，把那个经常漂浮在过去与未来、深切焦虑的自己拉回到此时此刻。古人用这些仪式在天地之间构筑防线，阻挡瘟疫，而今天的你也可以用这些动作在自己的内心当中构建一道结界，去阻挡那些根本不属于你的精神内耗。请不要嘲笑古人的愚昧，因为在那一根细细的丝线当中，在这个跨越了数千年的看似平常的动作当中，是人类在浩瀚无常的宇宙面前，为了保护自己最珍贵的生命与安宁，所能展露出的最极致的温柔。我是牧羊，用理性破译命运，用灵性抵达自在。我们下期再见。